OK，那我们接着往下给大家去讲解我们的板芯啊。这里的话主要是跟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板芯的一个基材啊，还有就是板芯与板芯之间是怎么拼接的啊，它们的一个拼接工艺是有多少种，然后还有就是它的一个板芯的一个尺寸限制。我们这一个18户墙板里面的一个板芯的类型目前软件里面只有2种啊，比较简单啊，不需要我们美加背景墙有那么多的一个种类啊。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这个格栅板啊，然后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这一个18这个墙板啊。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格栅板啊，格栅板长的就是这个样子，下面呢就是它的一个 CAD 的这个截面图啊。它的一个尺寸呢，还有一个那个格子的大小是跟我们这个美加背景墙的一个里面的格栅板是不一样的啊，这格子会比那个美加背景墙要大啊，厚度的话也是一个是18的啊，美加的是那边是9个毫的啊。然后这里的话，它一个尺寸啊，它的尺寸就是3米乘一个159的啊乘18的啊。板件的基材是竹木纤维啊，竹木纤维是跟我们美加背景墙的那个格栅板的一个材料一样的啊，都是竹木纤维的。然后板件那个结构就是买回来的一个结构就是带槽的啊，一边是带一个凹槽，另外一边是带一个凸槽啊。然后板材的一个颜色目前我们软件开放的颜色只有5种啊，跟我们工艺开放颜色是一致的啊。然后接着第二种的话就是我们这个18的这个墙板了啊，18墙板啊，它的一个板件的尺寸的话就是一个2720乘一个1.2米的乘一个18的就是我们这个类似我们超高板的一个尺寸的啊。它这个基材就是一个实木颗粒板的实木颗粒板，然后它的一个板件的结构它四周都会封边的封的都是薄边，然后它会带槽有分带槽跟不带槽的就取决我们板材与板材之间的一个拼接的一个方式了啊。然后尺寸的一个限制一个是不带槽不带槽这一边的话它的一个尺寸宽度的话就是可以做到40，最小40，然后最大的一个尺寸可以做到800啊。带槽的情况下的话，因为它要开槽嘛，所以说它的尺寸是有一定的一个限制的啊。所以说这里的话，它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尺寸是178就跟着我们软件开放走了啊。然后最大尺寸的话也是开放到800的然后的话它的一个板件的颜色，目前软件开放的一个颜色是一共是31种的跟我们工艺开放是一致的后面的话，软件是新增的这4种颜色，一共是31种软件已经更新了然后下面的话是跟大家去讲一讲我们板芯与板芯之间是怎么去连接的连接工艺的话是有3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卡槽密接的这个工艺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这一个铝材密接的工艺然后第三种呢就是我们铝材明接的这个工艺目前只有三种工艺连接的然后我们来先看一下第一种密接密接工艺卡槽卡槽密接工艺。那卡槽密接工艺的就是只适合应用在我们木塑板之间的拼接因为我们木塑板这个格栅板的话，它是自带凹凸槽的就是通过这个凹凸槽之间这边是凸槽另外一边是凹槽，通过这个卡槽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拼接的它只适合于我们这个木塑格栅板的木塑格栅板跟木塑格栅板之间的拼接。然后因为这个里都是卡槽这样去拼接的嘛，所以说它中间这一块板的话的尺寸都是标准的变化的就是最左跟最右的一个板件相应变化然后铝材密接，铝材密接就是我们用的一个铝材就是土字形土字形就是这个样子的土字形，它的一个效果是这样子的。这里的话，它适用于的话就是我们18板跟18板之间18板跟18板它可以用到我们这一个土字形这样去连接。我们的明接铝材明接用到的是我们这个工字条这工字条工字条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一个工字形工字条。那这个工字条的话，它是可以应用在我们这个18板跟18板之间可以用到这个工字条，然后也可以用在我们这个18板跟我们格栅板之间它也是用我们这一个工字条的这个密接可能这里要去注意一下，我们密接的话，这个位置的话，它还是有点缝的大概有2个毫留了个缝隙在里面因为那个铝材这里有个铝材凸出来的它没办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密接它还是有一点点缝隙在里面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工字铝条嘛刚刚也说到了，我们就往下走。那回到这一个案例里面回到这一个案例里面我们这个款背景这个18这种背景墙里面左边是我们的格栅板右边是我们的这个18这种墙板。那我想问一下大家，这里的一个
隔山板跟我们这一个18板之间的一个拼接方式，它的一个铝材是什么样的一个铝材啊？是工字形的啊。刚刚说到了，这个是我们的那个隔山板，隔山板跟我们这个18板之间啊，它只能是用工字形啊，它不能用土字形，因为它槽位不一样啊，它槽位不一样啊，它这个槽位不一样就取决于它用不了土字形啊，它的槽位是不对等的啊，不对等的啊。所以说这里呢，我们回来看一下这个，它的槽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的18板的槽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它的土字形它是用不了的啊，用不了的。所以说这里就会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啊，这里可能会有设计师这样去备注，备注说我这个隔山板，因为这个东西它掉出来啊，我们是有参数供我们去选择这一个铝材，这个连接铝材是工字形还是土字形的啊？可能我有一些设计师看到，哎，我选择土字形的时候，我选择土字形的，哎，为什么这个没有帮我换成土字形啊？为什么没有帮我换成土字形？他就会备注说我这个隔山板跟右侧的板件改成一个土字铝条这样连接啊，这样是不行的啊，这样不行的啊。我们只能去用工字形这样去连接的啊，大家要去知道这个点啊。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款式的一个问题啊，可能隔山板那个位置可能就是款式限制了啊，导致我这里做不了我想要的一个效果啊，就是要不说我这边能不能去换成隔山板的能不能换成隔山板啊？这里是可以的啊，可以去换成隔山板啊，因为这个在软件里面调不出这样的一个款式，那只能是通过下单备注，或者说是通过两个背景墙拼在一起，跟我们之前那个美加背景墙一样啊，通过合并的一个方式这样去备注下单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啊。那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文字这样的备注，说我第几列换成一个隔山板，然后这个隔山板跟这个墙板之间的这一个铝条要换成工字形的备注清楚啊，因为我们这个要去注意的这个点啊，因为我们刚刚说的隔山板跟18墙板只能是用工字条的啊，然后的话备注不能有歧义就学我们这个设计师这样去备注说第二列换成隔山板，这里就有问题了。第二列到底是从左往右数第二列，还是从右往左数第二列啊？这里的话就是有点歧义在里面了，所以说这里呢尽量不要有歧义啊。然后的话不要忘记收差价啊。这里的话我们要去注意了，不要忘记收差价，因为我们隔山板的一个价格是比18的背景墙18墙板是贵的啊。至于价格怎么收，自己可以去报价出来。报价出来的话，它会有我们的隔山板的一个价格跟一个18墙板的价格了啊。我们按照那个价格这样去收钱就 OK 了。收差价就行了。那第二种方法呢，就是调配两个背景墙一个是3列的一个是1列的这样去摆放在一起，这样的话就是效果又出来了也有就是说价格也有了价格也有了所以说这种方法会比较合适一点这种方法会比较合适一点，就是调取两个背景墙通过我们文字备注备注说我这两个背景墙要合并成一个整体，然后合并的位置换成一个工字条的工字条的，这样备注清楚就 OK 了但是要去注意这两款背景墙一定要在同一个订单不要分开下单一个不然的话就合并不了了然后还要去注意一个点，就是它的板件尺寸是要一样的就不是一样的，要在它范围内。就是我这个18背景墙，如果说要做成一个隔山板的，那我这个18背景墙是要在我隔山板那个加工范围内就好比是说，如果说我这个板芯做出来的尺寸我板芯尺寸是2720的我来去做一个隔山板，真是做不了多，因为我们隔山板是2.7米的2.7米的，我们这个18的一个墙板是2720的，它们的高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要去这样去做替换，这样去做这样方案，要保证我这两个板芯，这个板芯是要在加工范围的